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第一条是，美股涨跌互现，纳指涨超 1%， 标普500指数持平，道指跌超 2%， 均接近历史高点。下周投资者将重点关注美联储首度降息的时点，以及经济数据、财报发布等信息。下面这条，中国总理李强会见三星会长李在镕，欢迎三星继续在中国投资。三星已投资中国市场240亿美元，但因中美紧张局势面临挑战。接下来这条，随着 NVIDIA 强劲的季度表现，华尔街看好其未来利润增长。然而媒体质疑其估值，但分析师认为 NVIDIA 基本面强劲，增长率合理，且其在生成式 AI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下面这条，中型股估值较低，增长潜力大，长期收益率较高，能跑赢大盘，可作为投资机会。接下来这条，美国人开启夏季庆祝，航空、驾车、烧烤、游泳等消费活动迎来强劲反弹。专家预测，旅游和休闲消费将继续繁荣，提振酒店、餐厅和主题公园等行业。下面这条，疫情后经济表现差异悬殊，房主因低利率再融资获益，而租户因租金上涨而捉襟见肘。这种分歧加剧美联储控制通胀的难度，因房主强大的消费能力推高了物价。接下来，拜登竞选团队试图以选民尚未下定决心为由来自我安慰，因为拜登正面临民意调查落后和经济评分下滑的困境。对拜登有利的是，学术研究表明，6个月前的选举日在本月初临近的截止日期才是倒计时真正开始的时候。接下来这条，印度和印尼等新兴市场的年轻劳动力推动投资，带动经济增长和股市发展。接下来这条，美国政府拨款 2.4 亿美元解决飞行员短缺问题，该问题近年来一直困扰着航空业，导致旅客目的地行程延误。新资金将流向专注于航空相关教育的学校和团体，以便为学生降低成本并提供更多服务。让我们关注西药公司与投资者与资金不足以开发后期药物和全球扩张的中国制药公司达成创纪录的授权交易。UBS 研究显示，默克、葛兰素史克和阿斯利康已在生物技术投资浪潮中签署授权协议，去年创下441亿美元的纪录。这一势头在2024年继续保持。第一季度签署了价值98亿美元的生物技术授权协议。下一条，意大利奢侈运动鞋品牌 Golden Goose 计划在米兰启动首次公开募股，估值约为30亿欧元，33亿美元，包括净债务。该公司正在效仿羽绒服制造商 Moncler， 收益率为今年估计收益的11倍。尽管奢侈品行业增长放缓，但 Golden Goose 将于7月前开始交易。下面这条， YC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盖瑞，他认为人工智能可能需要监管。他还赞扬了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的 GenAI 风险缓解框架，但对加州和旧金山通过的人工智能相关法案表示担忧。让我们关注，随着媒体巨头激烈争夺昂贵的体育转播权，体育内容变得四分五裂。观看完整的 NFL 赛季需要订阅传统付费电视、流媒体服务以及 Google 的 YouTube TV。下一条，美国社会保障基金预计将在2035年耗尽，但仍有资金支付减免福利，但福利减免幅度尚未确定。国会推迟解决这一缺口，将使婴儿潮一代和 X 一代避免增税或福利削减。与此同时，修复社会保障的最大财务负担可能会落到千禧一代身上。最后这条是，现代社会强调目标导向，但斯坦利认为应重视偶然性。他提出开放性算法，创建了社交平台 Maven， 旨在增加偶然发现的可能性。用户可通过该平台探索感兴趣的话题，获得个性化推荐，摆脱提升用户参与度的商业化目的。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